哎，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彩铃我顺利甩下一男子。3月17号早上4点25分，迎着北京的一缕晨光，俺家老二诞生了。你说我究竟有多么爱我的粉丝呢？我说让我粉丝给孩子起名，就让粉丝给孩子起名。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向大伙征集宝宝名字的时候，我有一个有才的粉丝在评论区说叫张拿铁，寓意就是加拿大和铁岭的结晶。我又是一个一天拿着咖啡壶对瓶吹的人，所以我特别喜欢，就叫拿铁，张拉泰。因为我的大胖媳妇还在加拿大来不了嘛，我自己剪断了俺家孩子的脐带，此物 Q 弹而尽道。我很纳闷，舌尖上的中国为啥没有一起讲讲胶针脐带或者虎皮脐带呢？我这次生产吧也挺梦幻的。16号晚上有2个朋友来我家吃饭，吃完饭我还在那录视频素材呢，也没有别的症状，就是肚子老紧，假性宫缩。当时我还责怪自己的妇道呢，我寻思张彩玲，你是不是瞅你这姐们带来这画家对象长得越瞅越像胡歌，你就使劲加宫缩，能不能咱说矜持一点？结果人家这一对在俺家吃完饭了，一关门老戏剧了，真的就是门咔嚓一关，给我羊水就摔出来了，我就听哗啦一声。当时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啊，漓江的水真绿啊，绿的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其实按照正常计划吧，是我妈从铁岭来北京陪我生，但当时离预产期还有12天呢嘛，没寻那么早，计划是第2天她来跟我爸进行一个交接。所以当时家里吧就我跟我爸俩人，我爸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端只鸡，看我傻呢了，完问我你咋还拉了尿呢？我说要是按照这个电视剧的情节来看呢，我应该就是要生了。我爸说为啥呀？因为你随地大小便呢。我说爸，这个好像叫羊水破了。但是我爸呢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母婴白痴吧，就是他就一直跟着我，就一心想把这地拖了。后来我勒令这老头下楼就给我打车去了。其实我吧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骑着小电动去生孩子去。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吧，我呢漓江的水纷飞的美，最好是兜住这开闸的腿，所以最后还是打车去了。我妈呢当时来不及来，我爸呢又没法陪我生，最后我找了一个就在北京的好朋友陪我生的孩子。小姑娘到现在连对象都没有呢，我让人家在产房陪我走了一程。第2天我妈来还说要给人介绍对象，但是我感觉这丫头后半生对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的期待已经彻底让我给毁了。哎呀，还有好多事要跟你们分享，有的是嗑唠，但是俺家这个拿铁现在属于是挂滚式喂养，他根本就不下去，所以你们不要跟他争宠啊。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一定多更新啊。张拿铁前2天跟我们搓了个澡，某些东北的灵魂就被唤醒了，现在后果无法收场了。他现在上幼儿园，管他同学叫男宾，这本来是老师也没管，但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昨天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说张拿铁为了推广奶育，在英语课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就是上周有一天，我感觉天太冷了，我就找了一个泡澡的地方。我本来还担心，因为张拿铁从来没去过澡堂，我怕他搓澡害怕，我还特意叮嘱大胖媳妇，我说你呀，今天也别搓了，那孩子肯定害怕，你俩冲冲就行，直接上楼。结果这爷俩就进澡堂了，张拿铁一脚迈入澡堂，穿过赤裸裸的人群，直奔大池子，跟池子里6个老头聊了10分钟水温，自己拿手牌就去搓澡去排队了，不搓都不行。张拿铁是上了搓澡台就不下来，醋搓奶搓全都要。他爸在旁边发现这孩子脸朝下5分钟都不动弹，叫他也不回答，以为这孩子搓过去了呢。他爸就赶紧钻到那搓澡台底下看，结果他爸在底下透过搓澡按的那窟窿，看着张拿铁的表情是这样的 Nice。我听完他爸描述张拿铁在里边的种种行为，我第一次相信人是有前世的。张拿铁的前世就是东北澡堂的大堂经理，他是带着记忆来的。北京澡堂子里蒸腾的朦胧水汽，对他来说就是记忆里故乡的雨，故乡的雨。最后我和他姐在楼上等我们家里的男宾，等了45分钟，因为张拿铁搓完海泡不出来，全家在洗浴中心又吃又洗，回家都半夜了，全家人精疲力尽，想起来还得给车充电，但谁也不想动。还好我们开的领跑 C01是一台纯电续航很长的超级增程车，300加公里，今天跑了1天还剩134，明天出差要去机场也够，完全不用担心。像我们没有加充，周末出去逛一逛就可以快速补能。我本以为张拿铁对搓澡的热情离开了也就忘却了，但是直到昨天我才意识到，这个搓澡的灵魂它一旦被唤醒，它再也扑不灭了。张拿铁已经走火入魔了。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他，我寻思啥事儿呢？结果老师说张拿铁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我一听我赶紧道歉，我说他是在欺负别的小朋友吗？老师说那倒也不是，迪兰也倒汤，你哥俩互相搓奶浴。我说这个老师实在对不起，我回家说他，然后老师你就不要再给他牛奶了。结果今天老师跟我说，奶浴文化在英语课的尾声又出现了。我就想，那他奶是哪来的呢？我就问俺家阿姨，我说你是上学的时候给他带饮料了吗？阿姨说没有啊。我实在是好奇，我就翻看了一下我家摄像头。自从
从我开始看监控录像，我不光发现了张大铁是怎么实现去幼儿园奶搓的，我还发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去哪个出来？不可以认错。你这是干啥呢？快起！让我猪节上我，生面佛面孩子面，我就不给你扔了。今天这个视频啊，没有脚本，没有加工，就是刚才温迪送我妈碗这个事儿的纯纪录片，啥也不说了，当儿媳妇的，当女婿的人，懂的自然懂。我给你礼物，谢谢。温迪，比起儿子儿媳妇结婚一分不花，比起我女儿上你那儿去 AA 制，这份礼物你应该是煞费苦心了。我深表谢意，真的很谢谢你。My mother really liked it. Really liked it. 这个礼物如果我收了，挺对不起我自己这颗心的；如果我不收，怕我女儿中间不舒服，还是得收了。谢谢你。 She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you brought it all the way from Canada, and she wish you can have a good time here. 啊，这握手，谢谢你。生面佛面孩子面，我就不给你扔了。 S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to use this for because it's so pretty, so pretty. I think it's decoration. 就装饰。That's what I would use it for. 好， Decoration. 谢谢。Aussie seems like Should we give the ID back the clothes? 裤衩都湿了。我跟你说，姑娘哈，昨天晚上给她从火车站西站接回来的时候，通过贾耀达告诉我，她要吃冰淇淋，要吃西瓜，要吃你就吃呗，你冲我要啥呀？我也不你孙子。哎，就当年我姑娘不挣钱，是个学生去加拿大的时候，喝一袋奶，你看要钱呢。吃一串冰淇淋是他儿子，还是买3赠1赠的，完非得要钱。哎，坐车的时候跟他搭个车出去溜达，回来还得要油钱吧？吃饭要饭钱，坐车要油钱，喝奶要奶钱，当时都忘了，健忘了。那 A 制那事光加拿大实行啊，到中国凭啥不实行啊？说我要什么西瓜，说我要什么牛奶，我欠他的啊，他是我孙子啊。我告诉你，我就照着你面，要不然你妈给我滚出中国国门。哎，加拿大人不毫不利己专门的人吗？他利谁了？跟我扯什么呀？ She's very angry with her husband. She wanted her husband to leave China and go to Canada. And go to Canada? Why doesn't she come to Canada? why? But mommy, why does Lola want her husband to leave? Because her husband, she thinks her husband is lazy and always can't hear anything. And you need to explain everything. But so is mine. My husband's deaf too. He wears hearing aids. Oh, and her husband eats a lot of ice cream. And he has high blood sugar.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then no Sugar, yeah. diabetes. Diabetes. 加拿大。有人。